继朝雨基地和阳盛基地之后，败血教的人也来到了战场附近。与其他3家相比，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人数众多。虽然这些教徒的战斗力不高，但由于被败血教洗脑，每个人都变得勇猛无畏。有些人甚至坚信，只要为圣战而死，灵魂就能进入充满美食和鲜花的生活。这次前来的败血教徒由大祭司正义仙带领，人数甚至超过1000名。尽管离月鹿庄园最近，但由于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反而成了最晚到达的一批。张毅第一时间没有选择对他们出手。一方面，杀死这些普通教众毫无意义；另一方面，双方有了不太靠谱的约定，必要时他们会成为张毅的帮手。张毅在通讯频道里提醒众人，败血教的人也到了，除了青浦基地，其他3家都已经到齐。梁月看上去兴奋异常，知道阳盛基地的人就在附近，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杀意，他迫切的希望为他死去的学生报仇，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内心的痛苦和自责。然而尤大叔却冷静地问道：“之前不是说败血教和青浦基地是帮手吗？如果他们也攻击我们要不要杀他们？”张毅回答道：“只要他们接近防线，就毫不留情。对于那些帮手来说，他们无非是豺狼般伺机而动的家伙。一旦张毅他们表现出颓势，他们就会立刻加入进攻，所以对他们不需要客气。好，我明白了，这样就简单多了。”尤大叔的表情轻松了很多，他低头看着面前的油，下面堆满了弹药和2把加特林机炮。这种大口径的机炮能够穿透装甲车，用来打人的话，一发子弹就能将人打成碎片。败血教的人到达目的地后，并没有发现其他势力的踪迹。正义先感觉有些不对劲，他们立刻与其他几家联系，而萧红炼和魏定海则希望他们死得越多越好，以此来消耗庇护所的防御力量。因此，他们假装还没有到达，让正义先在云雀庄园附近等待。正义先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但只是稍微敷衍了一下，并没有继续前进。毕竟他们只是来占便宜的，没有真的打算和张毅拼命。如果张毅能够挡住几波进攻，并消耗其他3家的力量，他们就从背后给他们来个痛击。正义先微笑着说：“没有永远的朋友或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不久之后，青浦基地的人也来到了这里。虽然他们的交通工具同样落后，但他们带来了大批雄壮的雪橇犬。首领刑天和他的干女儿周玲玲骑着巨大的变异魔犬，身后跟着500多名穿着作战服、气息雄浑的壮汉。他们的雪橇上除了枪支弹药，还准备了一些特殊的冷兵器：巨大的战斧、战锤和开山刀，甚至还有用金刚打造的盾牌。这仿佛像是回到了冷兵器时代的感觉。刑天远远地拿起望远镜，凝视着张毅的庇护所。他对手下说道：“不要轻举妄动，除非我下令，否则不允许任何人攻击张毅的庇护所。我们今天只是来观战的。”4家势力陆续到达，按照预定时间一同发起进攻。作为合围的发起人，萧红炼开启多人通话，召集其他3家负责人过来。萧红炼说道：“大家都已经靠近了吗？根据原定计划，我们从4个方向同时对庇护所发动攻击。”刑天立即提出：“我们打算从庇护所背后偷袭。”魏定海疑惑地问道：“庇护所背靠着一座小山，你们打算爬过去吗？”虽然那片山不高，只有100多米，但在风雪中爬越还是有些困难，更别说从高处发起攻击了。刑天心里想着，我本来就是来看戏的，绕到后面你们才不会发现我在闲逛，正因如此才能出其不意地打他们。正面交给你们，我们去背后，其他几家自然没有意义，即使有也不会起作用。毕竟4家本来就各自为战，没人能指挥别的势力。萧红炼和魏定海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刑天与张毅已经达成协议，在他们看来，这是一场必胜的战役。魏定海说道：“好，正面攻击就交给我们3家处理。”萧红炼突然开口说：“对了，我们来的时候发现他们有个厉害的狙击手，你们要小心一点。另外，他们里面还有个能反弹火炮攻击的特殊人物，所以在使用大型火器时，最好考虑清楚，否则只会伤到自己。”魏定海也说道：“这个问题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这方面吃过亏。”两人认为败血教和青浦基地也遭到了张毅的狙击，他们此时说出来是为了避免混战时自己受影响。知道了，刑天和正义仙的反应相对平淡，他们本来就是来观战的，不会真的动手，最多只是观望和吹牛。只不过当他们得知张毅拥有稀有的空间异能，并且能反弹飞行武器攻击时，还是感到有些惊讶，因为那意味着他们不能用重型武器，否则以他们人数众多，炮弹被反弹回来，会有多少人死去都不好说。好，我们约定一个时间，在2点半从4个方向同时发动进攻。阳盛基地和朝雨基地的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从徐家镇的方向接近云雀庄园，那里有一些遮掩物。为应对张毅的狙击手段，在休整期间，他们想出了办法。所有人都将重型战车作为前线，加装了厚重钢板，其他防御力较弱的车辆紧随其后，以避免被张毅远程消耗。他们在前进过程中利用雪雾或烟雾弹干扰张毅的视线。由于担心张毅的空间反弹能力，他们无法在远处利用火炮攻击防线，只能靠近才能突破。当张毅发现这一切时，并不着急，因为他早有预料，对方不是傻子，不会盲目冲上来给他一个个点射。然而，对方如果想要进攻，肯定会从车上下来，到那时仍然会有人暴露在他的枪口之下。没必要着急，优秀的猎人都需要耐心。就在这时，杨欣欣的声音传入了张毅耳中：“张毅哥哥，后山有敌人出现。”张毅眼神一迷，杨欣欣坐在控制室，
可以通过监控给每个人传递情报。他坐在陆可然打造的机械轮椅上，在控制室内快速移动。他将后山的影像传给了张毅，看到后山出现的那些人，张毅反而感到轻松，原来是他们，这些家伙不用担心，他们看样子大概是摸鱼的。后山地形恶劣，无法有效发起冲锋，如果他们想从100多米高、坡度70度到80度的陡坡上冲下来，即使张毅不动手，他们也会自己弄得浑身伤痕累累。刑天的意图显而易见，他们只是来摸鱼的。敌人已经出现，大家准备战斗。张毅在通讯频道厉声呼喊，庇护所里的每个人此刻都专注无比。这一场战斗决定了生死。轰隆隆的声音响起，阳盛基地和朝雨基地的战车队伍正向庇护所推进，士兵们全副武装，个个都穿着作战服，手持现代化武器，暗中还有强大的异人随时准备行动。无论如何，他们都觉得自己必胜无疑。拜雪教的教众从另一个方向逼近，他们手持着枪械，甚至还有一些原始武器，如大刀、长矛等。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近。当战车队伍离防线300米时，张毅立马喊道：“动手！”控制台这边，杨欣欣果断按下按钮，随即面向阳盛基地和朝雨基地的方向。雪墙出现一个个裂痕，是被巨大的炮管和枪口顶出来的痕迹。突然间，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在前线响起，即便是装甲车辆也抵挡不住大口径火炮和坦克主炮的攻击。只见那些被击中装甲车直接被打得倒飞出去，然后狠狠地撞在后面的车上，轰轰轰，爆炸声震耳欲聋，让各方势力都吓了一大跳。火炮、坦克还有机炮，我的天啊！他们从哪里弄来这些武器？郑义先愣住了，幸好他的人动作慢，没有靠近防线，否则面对如此猛烈的火力，所有人都会成为靶子。萧红炼和魏定海同样惊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重型武器，整个天海市只有西山基地才拥有，难道他们洗劫了西山基地的武器库？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西山基地的火力在天海市无人能及，但由于重型武器难以运输，很少能真正应用在战场上。然而今天他们竟成为了第一批试炮的目标，立刻分散开来。萧红炼和魏定海急忙下令手下分散开来进行反击。然而在第一波袭击中，他们措手不及，许多人被打得支离破碎，战车被轰爆了。这防线只是冰墙，打破它我们就能冲过去，只要能靠近庇护所，胜利就在眼前。萧红炼冷冽地说道。尽管受到了意外袭击，但他并不慌乱，因为吴怀仁告诉过他，庇护所没有武器系统，只是一个坚固的外壳，只要突破了外围的防线，胜利就指日可待。战车上的士兵怕被一波端，赶紧拿着武器跳下车，但他们一离开战车，立即成为张毅的靶子。张毅冷静地站在阁楼内，以次元之门保护窗口，开始狙击敌人。狙杀敌人的过程有些枯燥，只需瞄准、扣动扳机，然后再换弹。每次重复这个动作，就会夺走一名士兵的生命。而在末世之后，张毅对狙击枪的使用已经熟练到本能的地步，平均每3秒钟，他就能击杀一名普通士兵。对阳盛基地和朝雨基地来说，由于未预料到张毅拥有如此大量重型武器，损失无比惨重。他们改装后的战车无法承受火力的袭击，甚至连车上载有工程火炮的拖车也来不及卸下，就在拖车上被摧毁了。后山这边，原本打算观望的刑天也不禁吞了口唾液。我一直很纳闷，为什么张毅敢与这么多势力对抗？原来他还有这样的底牌。他心中暗自庆幸，幸好自己机智地跑到庇护所背后浑水摸鱼。然而他还是对手下说道：“兄弟们，开枪制造更大的动静，但要注意别误伤人。”旁边一个光头大汉挠了挠头：“老大，附近都没有人了。”刑天给了他一个耳光：“让你开枪你就开，哪来那么多废话？总之绝不能伤害任何人。我刑天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说话算数，取了人家的东西，我们就得尽心尽力，除非张毅被人击败，否则我们不会落井下石。”于是后山这边也响起了密集的枪声，不熟悉情况的人可能以为他们正在紧急发起进攻，然而在前线战斗却异常激烈，2个重要基地被张毅给出其不意的攻破，造成了巨大的伤亡。为了避免自己被怀疑不出手，郑义先下令一批教徒向防线发动进攻，立刻上百名教徒带着各种冷兵器和简陋的枪械朝防线冲去。庇护所前面是一片平坦的空地，没有任何掩护物，他们冲过来，还没靠近防线100米，就被机枪的突突突声打得像筛子一样。郑义先皱了皱眉头，没想到张毅这么狠，一点面子都不给。但考虑到演戏必须全套演完，他只好忍住自己的情绪。这样下去可不行，我们对庇护所的火力配置估计错了。萧红炼紧咬牙关，看着身边士兵的死伤，开始后悔起来。要是早知道张毅拥有这么强大的火力，他们肯定会做更充分的准备在内。可是谁会想到，在末世中，一个仓库管理员临时组建的团队竟然拥有军事化部队才有用。就在这时，他听到了魏定海的声音：“我们必须一起突破外围防线。他们的火力应该大部分集中在这里，而且他们人手不够，只要突破防线，他们就会处于全面劣势。你们提供火力掩护，我来解决他。”萧红炼立刻回答：“好。”魏定海的冰雪领主在这种情况下肯定很有效果。他立即命令所有人火力压制，配合朝雨基地攻击冰雪防线。在拜雪教和青浦基地这边也收到了他们的要求。郑义先脸色冷峻，继续命令手下的教徒去送死，而刑天则轻笑着，让大家对准天空开枪就行了。
魏定海穿着一层晶莹的冰雪铠甲，整个人缓缓地融入大地上的冰雪中。庇护所外围的防线上，枪炮仍然喷射着火舌，残忍地摧残着3个势力的前方。突然间，异变发生了，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一面冰雪墙轰地爆碎开来，锐利的雪块像飞刀一样四处飞舞。接着，一辆火炮也被掀翻。什么情况？张毅和他的人也注意到了这边的变化，毫无预警，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冰雪飞舞之间，张毅看到了一个全身覆盖厚厚冰雪铠甲的人。魏定海嘴角带着一丝嘲讽，在冰雪的世界里，我就是王。机枪、火炮对付普通人还能行，对付像他这样强大的冰雪蜥蜴人却无济于事。由于距离太远，张毅无法展现出自己的神威。然而，一旦防线被魏定海打开缺口，联军立刻振奋起来，叫嚷着向这边冲来。看这形势，不出片刻间，便会有上千名战士越过冰雪防线，冲入庇护所前方。魏定海继续进攻，他的右手按在墙上，随着异能发动，巨大的冰雪屏障像纸糊的一样轰然破碎，那中间的钢筋铁骨失去了支撑，也轰然倒塌。这种能力让张毅的瞳孔不禁收缩。与徐胖子相比，魏定海的能力强的不是一点点。